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梅主。今天我们讲解发生在俄罗斯的自证式预言失踪案。2023年8月8日晚上，一个16岁的女孩在回家路上失踪了。失踪前，她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条帖子：“亲爱的卡缅斯克，能再次和你们在同一片土地上相聚，我感到无比高兴。但是现在公交车停运了，我只能独自步行回家。所以，请你们不要害我，不要杀我，我想回家，至少在今天。”这条消息竟成了一条自证预言。女孩走进森林，遇见了陌生人，一条狗和一个无法确定的死因。她再也没有回到家。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个晚上，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失踪的女孩叫达纳伊林内赫，生活在俄罗斯的卡缅斯克市，就读于第16中学。同学们说她是一个善良、友好和开朗的女孩，而且学习成绩非常优秀。2023年，她从中学毕业，考入了叶卡捷琳堡的一所师范学院。8月8日，她在学院办理了入学手续。晚上乘坐火车离开叶卡捷琳堡回家，火车将在23:05抵达卡缅斯克火车站，而车站距离女孩的家有6公里远，中间需要穿过一片森林和一条河。在晚上22:37的时候，达纳意识到公交车已经停运了，自己需要徒步回家，于是她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帖子，描述了自己的处境。她的男朋友看到了，并没有表示要去接达纳。这对情侣前不久刚刚发生了争吵，两人还在冷战时期。达纳的母亲也看到了，她与达纳的继父还有他们的孩子正在郊外的别墅里休息。母亲给达纳发了消息，询问是否要去车站接一下，被达纳拒绝了。达纳走出火车站，在23:18来到了城市纪念碑附近，在这里监控拍到一个黑色的人影追了达纳一段。女孩可能受到了这个人的惊吓，快速地跑过了斑马线。这个可疑的人影也追过了斑马线，然后达纳沿着胜利大道来到了下一个十字路口。在这里，他为了摆脱跟踪，没有进入森林，而是调整了路线，沿列宁大街继续向家的方向走。23:30，达纳走到阿拉拉特咖啡馆附近，此时的咖啡馆已经关门了。女孩在这里遇到了一条狗，拦在了进入森林的道路上。在监控里可以看到，达纳退了一步，她可能是有些害怕。随后，她拿出了手机，拍摄了狗的视频，发给男朋友看。视频的最后，这条狗跑进了旁边的森林里。此时是23:40，给男朋友发的这条信息是她最后一次与外界联系。她又说了一段预言性的话语：“我的死期到了，狗会在森林里吃掉我，狗，你不要吃我。”但是她的男朋友并没有因此来接她，于是达纳只能一个人穿过这片森林。达纳的家人住在郊外的别墅里。母亲不知道女儿没有到家，而达纳的亲生父亲不与女儿一起生活，所以他也不知道女儿当晚的遭遇。直到8月9日晚上，达纳的母亲才发现达纳昨晚并没有到家，于是他浏览了女儿的网络频道，想看看女儿在哪儿。结果发现达纳昨晚的帖子竟然被删除了。母亲又拨打了达纳的手机，但是无法接通，一家人开始担心达纳的安全。在20:17，达纳的母亲终于向警方报案。根据达纳与男友之间的信息，知道达纳最后出现的位置在阿拉拉特咖啡馆附近，于是警方和志愿者迅速在周边展开了搜索。当晚23:50，在医疗中心到拜诺夫大桥之间发现了达纳，他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倒在森林的一个土坑里，距离道路10米远。他的额头有淤伤，面部有划痕，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。不过达纳身上没有明显的暴力痕迹，没有性侵迹象，暂时无法确定死因。达纳的手机和办理入学手续的文件都不见了。8月28日，警方追踪了达纳回家的路线，在监控视频里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男性，他骑着自行车，戴着白色帽子，一直在纪念碑附近徘徊。当达纳路过这里，他开始一路尾随达纳，不过他经常折返，似乎在躲避什么人，与达纳之间始终保持一段距离。达纳想要回家，必须穿过一片森林，森林有2个入口，其中之一在胜利大街与列宁大街交叉口。可疑男子骑车从这里进入森林，而达纳改变了路线，前往森林的另一个入口。这名可疑男子折返回路口，然后在达纳的马路对面继续跟踪达纳，有时他也会躲到树后监视达纳。达纳来到阿拉拉特咖啡馆附近，这里是森林的第2个入口。可疑男子加速骑车超过了达纳，提前进入了森林。此时的达纳正被一条野狗挡在森林入口处。在23:45，可疑男子经过医疗中心的路口被监控拍到，他继续向拜诺夫大桥方向前进，而接下来的道路上没有监控。达纳在23:52也赶到了这个路口，他需要继续前进，穿过拜诺夫大桥，然后才能到家。
而医疗中心到拜诺夫大桥之间是监控盲区，我们无法得知达纳在这里遭遇了什么。大约半小时以后，在0点17分，这名男子推着自行车，而不是骑着，匆忙离开了森林。他没有原路返回，而是在医疗中心的路口向右转，出了森林。随后，监控拍到他换了一条路线，折返回森林入口处，而达纳再也没有出现在监控画面里。经过调查，这名男子叫爱德华·格里科夫，38岁，是附近一家工厂的员工。达纳的父亲说，自己的女儿在网络上经营着一个频道，会发一些自己的日常。在频道里有62名粉丝，其中就有这个叫爱德华的男人。他在达纳死前1个星期给达纳的手机发了一条消息，询问你还活着吗？警方搜查了爱德华的住处，找到了自行车和衣服，与当天监控拍下的跟踪达纳的人一模一样。于是警方拘捕了爱德华，并且进行了审问。在证据面前，爱德华马上就承认了当天他跟踪了达纳。他想与达纳认识，不过被达纳拒绝了。调查员问他把达纳的手机藏哪儿了，爱德华毫不犹豫地回答：我把它埋起来了。于是调查员带着他去挖出了手机，手机用文件包裹着，被埋在距离达纳1公里的地方。警方给达纳的手机充电，开机后发现达纳的确收到过一条消息，询问他是否还活着。发消息的号码正属于爱德华本人。就在爱德华即将说出当晚事发经过的时候，爱德华的律师及时赶到了警局。律师设法让爱德华明白，承认盗窃手机远比承认谋杀要好。于是爱德华更改了口供，他说自己远远地跟着女孩，女孩进入了森林，掉进了一个土坑里。他追进森林里查看，发现女孩痛苦地倒在地上，似乎是某种疾病发作了。他走到女孩身边，捡起了她的手机，然后离开。但是他考虑到这部手机可能会引起警方的怀疑，所以他又把手机给埋了。爱德华虽然有嫌疑，但是现在的问题是，短时间内不能确定达纳的死因，所以目前只能指控爱德华犯了盗窃罪，而不是谋杀罪。爱德华的母亲也来到了警局，他在媒体面前说，当地人诱骗他的儿子说了那些假口供。爱德华的母亲卖掉了市中心的公寓，聘请了最好的律师为儿子辩护。他还收到了电视访谈节目的邀请，节目中他表示自己很同情达纳的父母，但是对方不能诬陷自己的儿子。爱德华的品行端正，不会做出违法的事情，反而达纳却并不像表面的那样是一个正派的女孩。她很可能是喝了大量的酒精饮料，路上掉进了土坑里，导致死亡。而他的儿子是一名自行车运动员，夜晚经常在城市里骑行，恰巧路过了那里。爱德华的一位朋友也表示，在2年前，爱德华为一个女孩贷款了10万卢布，结果这个女孩还是离开了他。这样的好人怎么可能是凶手呢？爱德华的前女友也被请到了访谈节目现场。他说爱德华为人正派，彬彬有礼，不会伤害一个女孩。在节目播出以后，这位母亲收到了很多人的同情。当晚达纳乘坐的火车里，一位保洁员说，达纳下车后留下了一堆空的能量饮料瓶，他对此记忆犹新。而这些能量饮料在达纳的体内可能合成了一种有毒物质，导致达纳死亡。而法医在尸检过程中也发现了达纳死前出现了肺水肿症状，以及达纳死前保持了一种奇怪的姿势，这进一步怀疑达纳可能是中毒，或者他喝的饮料诱发了肺水肿，导致达纳异常死亡。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相信爱德华是被冤枉的，他被迫为达纳的死承担责任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传言说达纳有着一些不良嗜好，包括使用了成瘾物。不过达纳的亲生父亲马上站出来否认了达纳有不良嗜好，健康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在俄罗斯，关于爱德华是否被冤枉了，社会上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。爱德华的照片也频繁出现在新闻里，于是一名女孩认出了爱德华。她向警方报告了一件事，在10年前，这个女孩只有15岁，她在一家百货商店里做暑期工。爱德华在那里做保安，工作期间，爱德华经常骚扰她。下班以后，他还尾随女孩，并且提出想带女孩回家，女孩只好辞职离开。另一名女孩叫玛利亚，她选择在网络上公开被爱德华骚扰的事。她说自己19岁的时候与爱德华在同一家工厂上班，爱德华每天骑自行车跟着她。她告诉爱德华自己已经结婚了，但是爱德华反而变得更兴奋了，导致玛利亚不得不换了一个地方生活。还有一名女孩叫玛莎，她作为证人来到了达纳案的庭审现场。2015年的时候，她在深夜回家，当时叫不到出租车，只好站在路边。爱德华碰巧开车经过，车上还有一位朋友。爱德华说可以开车送玛莎回家，并让自己的朋友先下车。当玛莎上车以后，爱德华说要给车加油，于是将车开到了一个修车厂的仓库里。
他将玛莎拖下车，推倒在沙发上，开始脱衣服。玛莎全力反抗，最终跑掉了。他跑到警局报警，但警方说并没有实际的犯罪发生，所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。这次他在新闻里看见了爱德华，立刻就认出了那张脸。于是玛莎决定要站出来告诉人们，爱德华并不是他妈妈和朋友口中的好人。不仅仅爱德华的这些往事被人翻出来，随着事件的发酵，人们还产生了另一个疑问：当爱德华发现达娜倒在地上，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，爱德华为什么不叫救护车呢？即使他不想叫救护车，那他为什么还要拿走达娜的手机，不让达娜自己叫救护车呢？如果爱德华真的是一个好人，像他母亲口中所说的那样，怎么可能偷走一个女孩的手机，导致她死亡呢？经过漫长的调查取证，调查人员在达娜的脖子、腰部以及身上的其他地方发现了与爱德华匹配的汗液和油脂，并且也证明了达娜的脖子有被施加过压力，导致达娜机械性窒息死亡。更详细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，达娜的体内没有任何所谓的合成毒物，没有违禁药物，也没有爆发急性病，她的体内只有咖啡因，肺水肿是窒息导致的，所以达娜是一个干净健康的女孩。在各种压力下，爱德华·格里科夫交代了当晚的案发经过。2023年8月8日夜晚，他在城市纪念碑附近遇见了达娜，当时他并不认识这个女孩，但是爱德华非常喜欢这个女孩的外貌和身材，他有一种欲望，想要邀请她与自己发生性关系。以上这些话都是爱德华自己说的，下面我要讲的案发经过和内心想法也是转述爱德华的原意。爱德华追上女孩说了第一句话：女孩，让我们认识一下。达娜没有回答他，继续前进，甚至没有看他一眼。爱德华无法接受他的拒绝，决定强行认识他。我抓住他的手，把他拖进森林。达娜没有尖叫，也没有反抗。我想，因为他当时很惊讶，没有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大约走了5米远，达娜开始尖叫，尖叫了几秒钟。那一刻，我不知所措，决定勒死他。我担心，如果我放开他，他可能会记得我，然后报警。我松开他的手，抓起他的腰，把他摔在地上。我用手掌按住达娜的脖子，把她的头按进土里。达娜停止了尖叫，大概按了5分钟，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。爱德华的这段口供解释了为什么脖子上的勒痕并不明显，因为达娜其实是口鼻被按在了土里，无法呼吸，被憋死的。颈部只是遭到了挤压，所以达娜脸上的伤痕不是走路摔的，而是被按在地面上留下的。那么这些就是全部的真相吗？在达娜死前1周，爱德华曾给达娜发过消息，问他是否还活着。如果爱德华不认识达娜，他怎么知道达娜的手机号码呢？爱德华对此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。不过心理学家给出了分析，从爱德华将手机掩埋可以看出，他对手机的价值并不感兴趣，而是对它的内容很感兴趣。他想了解被害人。如果他以前就认识这个女孩，那么2人之间的联系让他意识到了很危险，他需要销毁证据。所以在案发当晚，达娜经营的网络频道被删除了。是谁删除的？为什么删除？一直是个谜。在监控视频里可以发现，爱德华在23:04分就已经来到城市纪念碑附近了，而达娜的火车在23:05分到站。爱德华碰巧提前来到这里，一直等到23:18分，达娜来到这个路口。所以爱德华很可能是在达娜的频道里看到了达娜的那条帖子。他知道达娜今天晚上要一个人徒步回家，所以爱德华当晚是有计划的等在达娜回家的路上。不仅如此，而且爱德华的这种行为模式在犯罪学里被称为预谋性埋伏、捕猎式作案。他在本案里使用过3次，另外2次是在森林里。爱德华一定知道达娜会经过那片森林，所以在森林的第1个入口处，他毫不犹豫地骑进了森林。结果发现达娜改变了路线，于是爱德华又尾随到了森林的第2个入口，提前进入了监控盲区，埋伏在森林里。这是达娜的必经之路。当达娜走到这里时，他将达娜拉进森林，推进土坑，按在了地上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爱德华的行为模式有典型的重复模型，所以他可能以前成功过。本案最终在2024年10月宣判，爱德华被判处21年0.1个月监禁，并向达娜的母亲和继父支付1000万卢布的精神损失费。在本案宣判以后，爱德华的母亲受到了很重的精神打击，她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，躲在家里不敢出门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她是谁。在媒体的采访中，她说达娜的支持者们会攻击她，所以她不得不躲避他们。达娜的亲生父亲安葬了女儿，并在女儿的主页上写下了那句话：女儿，
我非常非常爱你。这里是俄罗斯调查，我用照片讲述真实的故事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谢谢再见。